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三木童子，也译作三眼神童。本期是普通难度的速通，投稿的小伙伴是小叶爱默默。速通的时长是16分45秒。本作是根据同名动漫改编的。无论是游戏还是原作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很熟悉了。游戏发售于1992年，对于红白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晚的时段了。因为早在1988年，世嘉 MD 就已经发售了。超任随后也在90年发售，开启了16位游戏的时代。所以在此时间点之后发售的红白机游戏，相对来说素质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包括本作，还有热血格斗传说、冒险岛4等等。本作最核心的系统就是手持的神矛，红色神鹰，可以用来垫脚和秒 BOSS。很多小伙伴不知道神矛能够垫脚踩一下，导致了卡关。比如很多小伙伴当年就止步于此，遇到了一面比较高的墙，发现跳不过来呀。游戏当中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些金币，你可以不断的击打金币，让它的数额上升。当然了，小叶爱默默第一关之前是使用了一个秘技，进入关卡之前按住选择键晃动方向，他这里刷了5000的金币。来到了商店，商店里边除了能够买各种子弹之外，还能够升级你的神矛，以及买到神鹰。作用后面再说，咱们先看第一关 BOSS 的攻略方式。基本的原理就是通过走位吸引 BOSS 吃到胶布，因为 BOSS 被胶布击中之后才能够被攻击到。你再提前把神矛定在特定的位置，这样可以把 BOSS 秒掉。咱们的主人公叫做血乐宝戒，是古代三眼族的后人。第三只眼睛睁开的时候，就是另外一种人格，想要消灭人类，重建三眼帝国的辉煌。但是，一旦第三只眼睛被封印了，被胶带贴住了，就又变得人畜无害了。刚才打的第一关 BOSS， 在原作里边有胶带，实际上是主人公的舅舅，但看起来是远房亲戚啊。因为这大过年的，主人公剃了个光头 ，BOSS 作为他的舅舅，还是活蹦乱跳的。本作的动画曾经引入过，但是分了几个批次，所以后面我交代一些 BOSS 还有敌人名称的时候，可能会与一些小伙伴记忆当中有所出入，这都是正常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其实我也体会过，比如我小的时候看的《七龙珠》，雅木茶叫乐平，克林叫小林，导致我后来适应了很长的时间。前方不远就是第二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团球根，原作里边是被击败一次，后来又复活了，成为了最终 BOSS。 由于实力实在太强，主人公无法将其消灭，所以后来达成了一个嘴炮的协议，再给人类50年的时间，如果人类没有觉悟，继续破坏地球环境的话，那团球根还会再出来搞事情的。团球根其实是古代的三眼族制造出来的，协助三眼族生产食物。但是团球根后来产生了自己的意识，
反过来要消灭三眼族，最终导致了三眼族的灭亡。从这点上来说，它的设定非常像重装机兵系列的诺亚，只不过一个是人工 AI， 一个是人工植物，而且他们两个的样子长得也特别像，不知道是不是偶然啊？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下游戏的剧情。开场的时候，三眼王国的贵族王子戈达鲁向人类发起了战争，并且抓走了主人公喜乐宝戒的青梅竹马何登千代子，也就是本作的女主。所以主人公需要抓紧时间啊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现在游戏已经开场了6分钟，换作是我的话，已经来不及了呀。游戏当中能够找到隐藏的鸡，爆出大量的金币。这只鸡在原作里边叫做莫亚鸟。大家常常说的神鹰，在商店里边买到的，能够把主人公从坑里捞出来的，叫做天人鸟。原作里边也曾经登场。这里是第3关的 BOSS 引力机器。BOSS 通过引力控制巨石展开攻击，巨石一共有6枚，打爆3枚之后才能对 BOSS 的本体造成伤害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5关，第5关的关卡流程稍长。第4关这里出现了强制卷轴的版面。速通的话是最不喜欢类似的场景，因为前进的速度不可控。到目前为止，小叶爱默默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速通主要的思路就是利用神矛来秒 BOSS， 或者用神矛来垫脚，跳过一些原本看起来不太可能跳过的敌人。神矛比较高端的用法就是2段蓄力，踩中神矛跳起来之后，第2次蓄力出手，这个时机要好好的把握，需要长时间的练习，尤其是在攻略一些 BOSS 的时候，如果没能够成功的话，打 BOSS 就会耽误时间。游戏当中的隐藏还是非常多的，包括了隐藏的摩亚鸟，甚至是商店。但是速通的话就不能去找了。为了赶路，直接也导致大家没能够见到游戏当中的另外几款子弹。这里的平台踩中之后要迅速的跳离，否则它就会把你送到上方的尖刺上。咱们的主人公和洛克人一样，都是气球人，会被尖刺所秒杀。这里出现了小飞虫，这个小飞虫实际上是食肉蜻蜓，原作里边也有出场。咱们本关打的 BOSS 看起来是一个幽灵，但实际上它是食肉蜻蜓的集合体，所以后面打完 BOSS 之后，咱们能够见到主人公使用杀虫剂追杀 BOSS， 定的位置不错， BOSS 的伤害吃得很足。
可惜这个位置有一半的金币直接就掉下去了，捡不到。第5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大家注意背景上的这只鸡，看起来非常的大，它叫做索多玛，是3眼王国雷姆利亚的超级武器之一。另外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咱们本关所要面对的 BOSS 之一，叫做俄莫拉。一般大家小的时候都管它叫大象，但实际上它不是大象，它是一只青蛙。只不过它嘴里伸出来的武器长了一点，让大家有点误会。最后一关的 BOSS 一共有5个，前3个都是机器人，但反而我觉得机器人是比较难处理，尤其是你在速通的情况之下，必须用神矛来秒掉。在所有的 BOSS 里边，用神矛来秒机器人的操作是最难的，因为需要你把神矛的位置定得十分精准，包括第一次神矛定的位置、跳跃的高度、松手的时机都需要考虑，而且这个操作要做3次，所以我感觉真的是速通的最大障碍。万一有一个地方没有处理好，就会耽误大量的时间。弱点就是眼部，跳得太猛了一点，其实踩中矛的尖端就可以了。这里可能是怕操作失误。其实我感觉最后一关的流程是被刻意延长了的，因为前3个机器人 BOSS 只是换了一个颜色，第1只是红的，第2只是绿的，第3只是蓝的。刚才这个台阶真的不好上啊，这是一个极限的操作，是靠着人物的体积判定挤上来的。这个操作我是不敢做的，太冒险了。也就是打速通，值得这样搏一下。这次踩矛的位置没有靠前，但是第一次蓄力的时候，神矛的位置稍稍靠后，所以说在矛上进行了2次调整跳跃。这个地方最好还是通过肌肉记忆，把蓄力还有跳跃出手的位置都确定下来，再进行练习。不然的话，通过2次调整是很容易翻车的。打完第3个机器人，马上就是后面的 BOSS 2连战了。击败了戈达鲁，就能够救出河登千代子了。河登千代子对主人公的意义非常重大。他的3眼族人格还想着毁灭完人类之后，留下河登千代子，生100个孩子，就是生一个种族啊。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人类不大了解。你如果想甩子儿的话，打击面可以广一点嘛。前方最终 BOSS 2连战，首先打的就是俄莫拉。BOSS 的弱点是嘴，蓄力之后往嘴里射就完事儿了。
后面就是最废的戈达鲁了，在他出现的位置提前把锚定下，这样的话通关。BOSS 这个姿势好像是肚子疼啊。那好吧，让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可以抬头接一下啊。三木童子的速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